我之前有过一段不理想的婚姻，离异后遇到了他，再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就特别想跟他结婚组建家庭，但他迟迟不同意。他有太多伪装和谎言，每当我发现一件，就对我是一次打击。我真的不想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了。很多事我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努力的把他留在身边，可他还是不理解我。我不明白哪里让他这么不满意呢？就连结婚的目的都不单纯，我要的是感情，而不是你对我另有所图。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小峰36岁，来自河北，酒吧经理；小璇29岁，来自河北，设计师。欢迎两位哈。小峰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离异的，对吧？对啊，然后两位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对吗？对。行，小璇说说问题在哪儿吧。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半年，也就是，但是他现在就是一直让我跟他结婚。是这样，主持人，因为我的年龄比他大啊，所以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浪费了。啊，不是你不是才36吗？对对对，我比较着急结婚。哦，所以说我感觉。您离异多久啊？去年上半年离异的。有点着急了，再缓缓。确实是挺着急的。为啥呀？因为我们两个相亲之后呢，我就对他挺中意的啊，所以说我想把我们俩之间这个终身大事给定下来。我感觉这个婚就结不了。为啥？因为他的人品就有问题，他完全就是个骗子。因为我跟他相亲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很明确的说了，我说咱们结婚的话，房子和车是最基本的，你必须得有房子。然后他就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我有房子，你就放心吧。当时因为也不熟嘛，我也没有仔细的，就是说了解他的经济状况。这慢慢相处下来，稍微熟了之后，我才发现，他就是在骗我。我之前是有一套房子，但是我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吧，我把房子给我前妻了。然后当时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我也知道他最低的要求就是要求男方有一套房子嘛。所以我也怕他离开我，当时我就是跟他撒个小谎，我说你就是欺骗，那就是在骗我嘛，那大。但是我欺骗你，我欺骗你，我是为了挽留你，我才欺骗。这就是人品的问题。这可不对啊，这个牵扯不到我人品的问题。不，这个确实涉及人品了，这撒谎嘛。但是我撒谎，我是为了想留住他。那我为了自己得到我自己爱的女人，我使点手段，我感觉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哎，你看。我为了得到我喜欢的女人，我使点手段，我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人说你人品有问题。我感觉这很正常啊，因为我喜欢她呀。我也知道她最简单的就是要套房嘛。你就觉得欺骗很正常？不是，他不光是欺骗我这一次，他为了怕我离开他嘛，他又编造第二个谎言。什么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咱们第二天马上就能有房子。我就特别奇怪，这房子到底哪儿来的？我就一直逼问他，我说你房子到底哪儿来的？然后他这瞒不下去了，才跟我说，就是这房子就是他一个领导，就是说许诺给他住而已，那也还不是他的房子吗？这不还又在骗我吗？主持人，我这也不是欺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老板跟我关系特别好，就把我当弟弟看。他当时也是承诺给我，将来我结婚的时候给我一套房子住。我也知道你想要一套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但是我也跟你说过这事儿，你给我时间，我现在不是正在努力的挣钱去买这套房子吗？行吧，房子算一件吧，还有别的事儿吗？有啊，他跟他前妻离婚的事儿啊。怎么了？我跟我前妻离婚的事儿，我不会都告诉你别说，你先听我说完。他跟他前妻都离婚了1年了，他和他前妻还一直在联系，还有什么好联系的呀？是因为有孩子吗？没有孩子。那怎么还联系？是因为什么？当时我和我前妻离婚的时候吧，他父母年龄比较大，都80多岁了，然后我们就考虑到不想告诉他父母，因为他父母身体也不好，怕受到打击，所以说有些时候吧，我就要跟他去圆这个场，配合一下他。但是他就是不理解我。都离婚1年了，他前妻的家里还不知道他俩现在离婚的事儿呢。那你们为什么离异啊？因为我们结婚5年了，然后一直也没有孩子，啊，所以就是离婚了。没孩子就离婚啊？对，还不能生育。那倒挺现实的哈。我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家里边父母也是着急要抱孩子嘛。那现在我就知道为什么你认识了半年就着急结婚嘛。你想跟人生孩子是吧？对，主持人你就说到点儿上了。他跟我结婚主要目的就是说我给他生孩子，根本就不是说因为爱我或者说感情。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俩认识半年，他就对我提出了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他说让我去做体检。他也知道我前妻的事儿，所以说我就是不想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
然后我就跟他提出，我说我想跟他结婚，我说可不可以咱们提前做一个婚前体检然后他也不同意。但是我感觉我这种要求并不过分，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建家庭，对吧？那么有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爱的结晶，我感觉这很正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的，我也没有说太过分，也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对吧？还没打算结婚呢，你凭什么？那你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前做体检，你和现在做体检有什么区别呀？那我还没答应跟你结婚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嘛，对吧？做完体检，我要不能给你生孩子，那还结吗？你不就是想看我能不能给你生孩子吗？因为你前期生不了，你就让我，你就查我啊，也会结的。那不对呀，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心理安慰而已。不是，那你要什么心理安慰啊？因为我这个我是本身吧，我就是特别喜欢小孩然后我还是我们家里边一脉单传的这样式一个人，所以说我跟他也说过，我说咱们尽早。不是，我觉得这事儿你要说开了吧，就说开了。就像女生说我要结婚一定得有房子，那你男生就说我要结婚一定得生孩子。你们要这么谈，我觉得也没什么，这很正常嘛。但是你先欺骗了人家呀。我那种欺骗是完全希望他能够留在我身边，所以我才去骗他的。他也可以骗你啊，他是在骗我。你父母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你为什么去看去啊？为什么去见呢？我去见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我没办法把你介绍给我父母。那你跟我处着对象的同时，你去跟别人相亲。他现在做的这种种种都欺骗我的行为，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如果你做的好，即便是你离了婚了，在他们跟前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但是你做的哪都不好，我也得给家里一个交代吧。而且我去相亲，你也知道，我也没有瞒着你，而且我也只是去见了个面，我也没跟相亲的那个对方做过什么，就是说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干嘛说是我骗你啊？咱们俩现在是处对象呢，对吧？那你跟别人去相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去相亲，那你做的很好。那你口口声声。他的女性朋友生孩子，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去，我就觉得你们这朋友关系有点不是亲密过分了吧？什么女性朋友生孩子他去？对，啥意思啊？他的女性朋友生孩子，他去给人送到医院，还照顾人家生孩子，伺候人家，你做的不比我去相亲这事过分多了吗？这事儿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也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如果那孩子真是我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你什么事儿了，你懂吗？主持人是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呀？他在医院照顾那孩子，照顾那女的，照顾好几天，不知道的都以为他是孩子他爹呢。是这样，我们这个朋友吧，我们关系好了10多年了，就包括她老公在内都知道我们关系特别好。但是她生孩子的时候吧，是在预产期之前突然生的，然后她父母又没在身边，她老公当时也在外地，所以来不及，她只能给我打电话，我就开车给她送到医院，安排了一些那个住院手续。然后这都没啥，陪产也是你。对，伺候也是你。不，伺候不是我，就是他父母嘛。怎么不是他呀？人家第2天女方父母都过来了，他就一天晚上，第2天我给他父母接过来的。什么？他在那照顾了好几天，他都不回来，最后孩子的亲爹回来了，他给人家交接好了，他才放心回来了，他都不顾我的感受。你说话比那么难听好吧？什么叫交接好了？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够义气的。那什么叫交接好？那我朋友回来，我是不是得告诉他什么情况啊？对吧？然后我才能走啊。那做人做事咱得有始有终。对，我问问啊，你们俩什么关系现在？情侣关系。情侣关系。他朋友算你朋友吗？不算。为啥呢？那是他10几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认识才半年。对呀，那你要是那么我也不认识那个女的。如果你那么在意那女的，你就帮着办了这事儿，不就他就没那么尴尬了吗？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过分亲密了，我就很介意这个。所以说我们从刚开始没有好到什么程度的，我就感觉。我们从刚开始好，他就一直在怀疑我。一直也不相信我。那如果我生孩子，我的男性朋友这么照顾我，你不觉得？但是我不会给你男性朋友任何机会，我保证你生孩子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会出现。谁知道到时候你做啥样啊？因为你在我心里边最重要的，我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现在说的都是谎言，不能信。你们俩还真是离那步太远了啊！今天来干嘛呀？就是我想跟他结婚，但是他一直不给我结果。今天就是想跟他要这个结果。没看上他是吧？我觉得他人品有问题，一开始觉得人品有问题怎么不走呢？为啥还停留啊？我不想停留，他非得拉着我过来嘛。对你怎么样？不怎么样，他对他的前妻、朋友等等，他身边的同事啊、老板都比对我好。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主持人，你知道吗？我现在为了他，我改变了很多。我前妻我不联系了。我现在为了他，我改变了很多。我前妻我不联系了。我这好了10多年的朋友，我说断也断了，也不联系了。现在就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行业就在这儿呢，有很多的老客户，我需要去维护。然后
隔三差五我都会跟他们去喝酒啊，吃个饭什么，他也不让我去，我也听他的，我不去了。那哪是我不让你去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我们每个月就是员工搞个团建呢，到月底的时候，然后我作为经理，我肯定要带着大家去嘛。他也不让我去，可以我不去。最可气的是什么？我们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赶紧过来，有点事儿。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让我去。但是我为你真的做了很多，也付出。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正常的工作交往和人际关系不让你有，为什么还要娶她呢？这个我不太理解。因为我考虑到他的感受。他啥感受？因为我们两个工作性质是比较颠倒的，他是白天上班，我是晚上上班，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就是希望什么呢？现在正是我工作也不忙，时间富裕的时候，我想多陪陪他。他说我不让他去应酬，不让他喝酒，他每次去喝酒都喝到大半夜，而且经常是这样式的。不是，他的职业就是这么个职业，你接受吗？这就是他的一种。喝酒你别找我呀，他总让我大半夜晚上去接他，多不安全！我一个女的，你接受吗？如果经常这样式的，我接受不了。那不就完了吗？还能接受。那你们还在这儿粘什么呢？但是我们毕竟相处半年多，还是有感情的。啥感情啊？我也知道他对我也有感情。我没听出来你们俩之间感情在哪儿啊？那没有感情，他也不可能跟我好半年多。不才半年吗？您是不想分手对吧？对。刚才他问了一个问题特好，要是体检检出来他也不能生，你还娶她吗？娶她。那你跟你前妻为什么离婚？因为是家里反对。你跟你前妻，因为你前妻不能生育，所以你离的婚，对吧？对。现在他说他也不能生育，你说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两件事儿呢？我父母那块儿多多少少的我也说通了一些，所以说我的态度很。那你为什么跟你前妻在离婚之前不去跟你父母说呢？那你到底为什么跟你前妻离的婚嘛？主持人他就回答不清楚了，他就是目的性就是想找一个能给他生孩子，他跟他前妻离婚就是他前妻生不了孩子，就一直在那狡辩。我不是不想说，只是不想说太多而已，因为还有很多的故事使我们能够离婚。不能生育只不过是一个单单的一方面的原因，行，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明白。你下一段婚姻要不要生孩子是占多大的比重啊？占40%，比重不小了。您要这个房子占多大的比重啊？房子必须得有。那您是100%，这事儿看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要按说吧，这把条件都说得这么明了，两个人那就分了算了呗，因为彼此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在情感上来讲的话，还是有那份美好的记忆，我们就有可能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啊，想办法房子哪天就有了呢？万一结婚生了孩子呢？所以这种侥幸心理有可能会坑了人的。如果你要是明确的说，如果不能生孩子，那我就不娶，我觉得也好，让他死了这个心。那如果说娶，那我就非常担心，以后离婚的概率也很高啊。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讲，就是你是结过婚的，结婚誓言应该都说过是吧？对。不管是健康、疾病，老婆是疾病吧？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你的婚姻不管跟谁都过不一块去。有时候吧，人就这样，就是你越怕什么，有时候就越来什么，你知道吗？现在还没生孩子呢，就因为孩子问题已经开始纠缠了。所以如果你带着这些标准，那么条条框框太多的话，包括女方也是一样，如果说必须有房子，这样下来的话，其实对男方来讲的话，也会觉得你有些功利，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功利了，那我也可以功利。这样下去的话，两个人走不一块去。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两个人就趁早分吧，反正已经说到这句话了，就这意思。啊，谢谢于老师啊，来严老师。先生，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女生她认为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是个骗子的时候，你依然认为我是为了爱你和你在一起啊？你之所以骗了她，你不觉得是问题，是因为你们这场所谓的情感不是在用爱去谈，是在用条件。你很需要一个妻子，你很需要一个孩子，所以你碰到了一个你认为条件适合成为这个角色的女性，你就去所谓的谈了。你谈的是条件，你谈的不是爱。老师，我打断一下，就是我跟他没有谈过任何的条件。其实我没有说你跟他谈条件，要求你怎么样，是你拿了条件去对待这份情感，所以你没有好好谈爱。我甚至都没说你爱不爱他，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谈爱，你明白吗？当你有一天谈的是爱，所有的条件就水到渠成。
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她给闺蜜生产的时候去帮忙？你刚才特别斩钉截铁说，我为什么要去帮啊？他们认识10几年了，我才认识他1年，我没这情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也没有跟他谈爱，你谈的还是条件，所以一拍即合，俩人当时认为条件相对合适，走到了一起。现在一拍就该散了，你看我们条件都不合适了，散就散了嘛，去找爱去吧。谢谢严老师。谢谢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我始终想不明白，他已经2次骗你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可能我多多少少对他现在还抱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吧。希望是他能有房子希望，还是对这个人有希望？人品。其实我基本上同意前2位老师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实际的这种生活当中没那么简单。他同样也不是那么不堪，你看他对前妻其实是有心有愧疚，对，他对自己的家族呢其实是要以孝为主嘛，这是他背负的压力。包括她对闺蜜的这种举动啊，那是因为她太想有孩子了，她可能在享受那种假象那种过程，有这方面的因素吗？有，因为我也是特别喜欢小孩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如果说你对这个男人还有希望，咱们不谈房子和车子好不好？我特别担心你，如果再以这样的标准，你得不到幸福。而男生呢，孩子他是一个标志吗？他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条件吗？不是。它是你们爱情的结晶，爱情在哪里？真正你要能找到一个你确定是爱你的人，而不是能给你生孩子的人，这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否则，孩子可能会有了，但孩子他妈可能没有，明白吗？明白了，就这样。这个男方说话呀，让我特别想要吐血。你说你骗他，是因为你爱他，爱一个女人是为了女人开心，而你的骗他是为了你自己开心，对不对？如果一个男人对你坦诚，一辈子他大概率对你坦诚；如果一个男人骗了你1次，这辈子他一定会骗你无数次。今天我教你2个词啊，一个叫趋势曲线。我们做企业的，再大的企业做到顶峰，都会平滑甚至下滑。那么爱情和婚姻一定是烧上去以后是很快下滑的。你们现在啊还没烧上去，就一路在下降了。你觉得后面还会不会继续下滑？这就叫趋势曲线。而你们俩之间没有看到这个下滑的曲线有任何上升的趋势，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说我跟他这么长时间了，我舍不得这份感情的投入。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词叫沉没成本。在一个下滑曲线里边，你越抓住不舍得放弃之前的成本，你的成本越大，你丧失的越多。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痛下决心斩断沉没成本，你的成本会输得更惨。成年人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那些话你自己说的都不理直气壮。36岁没房子怎么不丢人呢？丢人的是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您这30几啊29啊，这么年轻啊？我真以为40多岁了，真的。我说的是心态，我觉得20多岁的人不是挺浪漫的吗？首先是爱嘛，那你们俩说你们俩有没有爱嘛？你们要有爱，你们在一起；你们要没爱，你们就算嘛，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只不过是我的表达方式吧，和我所做的这些事呢，让你感觉不到。如果能够再给我机会的话，我一定会为你改变，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满足你，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挺珍惜咱们之间这段缘分的。请回，请回，请回。那接下来就看这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我对他确实真的挺爱他的，我只不过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吧，可能是没有很多时间去陪他，所以他感觉不到吧。好吧，谢谢您的分享，请回。谢谢老师。